今天我们来聊聊无数人每天都离不开的一种饮料，就是咖啡。许多人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为自己冲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提神。据统计，全球每天要喝掉超过20亿杯咖啡，可见咖啡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但长期喝咖啡的人，身体最后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？有人说咖啡能养生防病，让你越喝越健康。也有人说天天喝咖啡会让骨头变脆，血管变硬，甚至增加癌症风险。真相到底是什么？今天我们就深入探讨长期饮用咖啡对身体的影响，以及喝咖啡时千万不能犯的搭配禁忌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了解咖啡对人体的直接作用。清晨喝下一杯咖啡，不到10几分钟，咖啡因就会开始在体内发挥魔力，你感到精神振奋，困意全消。这是因为咖啡因会阻断大脑中的腺苷受体，平常腺苷会让我们感到疲倦，而咖啡因挡住了这种疲劳信号，让人一下子清醒起来。同时，咖啡因还会促进肾上腺素分泌，加快心跳，提高血压，身体进入一种战斗或逃跑的兴奋状态，好像一下子打了鸡血一样。难怪很多人在早上喝咖啡后觉得思路清晰，工作效率提高。不过，咖啡带来的这股兴奋并非免费午餐，我们的身体其实很精明，长期每天摄入咖啡因，身体会逐渐产生耐受。也就是说，刚开始喝咖啡时，一杯就能让你精神100倍，但天天喝下去，你可能发现需要2杯甚至3杯才能达到当初的提神效果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原来，面对咖啡因长期的干扰，大脑会悄悄增加腺苷受体的数量，以确保还能收到疲劳信号。结果就是同样一杯咖啡，长期喝的人感受到的提神效果变弱了，因为身体已经习惯，甚至有点麻木。这时候如果突然不喝了，身体反而会因为一下子有太多疲劳讯号涌现而感到头痛萎靡，这就是所谓的戒断反应。幸运的是，科学家指出咖啡因并不像尼古丁那样让人真正上瘾，这种不适只是暂时的，只要逐步减少咖啡用量，就能避免严重的戒断症状。因此，长期喝咖啡的人或许对咖啡有依赖，但这种依赖更多是习惯性，而非不可控制的成瘾。那么，长期喝咖啡究竟对健康是好是坏呢？先让我们看看令人振奋的好消息。越来越多研究发现，适量的咖啡其实潜藏不少健康益处。每天喝上2到4杯黑咖啡的人，在某些疾病上的风险往往比不喝咖啡的人低。例如肝脏方面，长期喝咖啡居然和较低的肝癌风险相关。有医师引用研究指出，每天喝3到4杯咖啡，肝癌与大肠癌的发生率约降低了 25% 到 35%。 对于更年期后的女性，适量咖啡还可能稍微降低部分乳癌的风险。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吧？咖啡这种常被人误会的饮品，其实蕴含许多对抗癌症的力量。咖啡中的多酚和抗氧化物质，特别是绿原酸，能帮助清除体内有害的自由基，减少细胞受到的损伤。这或许是咖啡展现防癌效果的原因之一。事实上，世界卫生组织早年曾经把咖啡列为可能致癌物，但近年综合上千项研究后改变了看法，表示没有充分证据显示正常饮用咖啡会增加癌症风险。相反地，还有强而有力的科学证据表明，常喝咖啡能降低肝癌和子宫内膜癌等癌症的发病风险。咖啡的好处还不仅仅在于防癌，在大脑健康方面，咖啡同样扮演了意想不到的正面角色。有国外研究追踪发现，每天喝2到3杯黑咖啡的人，大脑中导致阿兹海默症的贝塔类淀粉蛋白沉积明显较少。换句话说，爱喝咖啡的人到老年时，大脑保持年轻，思路敏捷的机会可能更高。这背后要归功于咖啡富含的抗氧化与消炎成分，能减少脑部慢性发炎和神经退化的风险。许多长寿老人也都有适量喝咖啡的习惯。研究者推测，咖啡或许在预防帕金森氏症、降低失智症风险方面也有一些帮助。试想一下，也许每天那杯咖啡不仅唤醒了清晨的你，还默默保护着你未来数十年的脑力。除了大脑与癌症，咖啡对新陈代谢和心血管系统的影响也值得一提。长期适度饮用咖啡的人，第2型糖尿病的发生率往往比较低。有研究指出，每天多喝1杯纯咖啡
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可降低约 7%， 一天喝到3-4杯时，糖尿病风险下降幅度累计可达5%以上。长期而言，大量饮用咖啡似乎能增加胰岛素敏感性，让身体更有效利用血糖。除此之外，咖啡因还能促进脂肪分解，让脂肪酸更容易释放出来，提供能量。所以很多健身族喜欢在运动前来一杯黑咖啡，感觉体力更充沛，运动表现更好。长期下来，喝咖啡的人平均体脂率可能略低于不喝的人，在肥胖相关的慢性病风险上也有所降低。有趣的是，一些大型研究发现，每天喝3杯左右咖啡的族群，心脏衰竭和中风的风险比不喝咖啡的人低了1成以上。适量咖啡中的抗氧化成分有助于改善心脏细胞功能，保护血管内皮不受损伤，防止坏胆固醇沉积于动脉壁，进而预防动脉硬化。因此，适量喝咖啡反而可能对心脏和血管有一定保护作用。听到这里，你也许觉得咖啡简直是万灵丹，怎么喝都益处多多。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上述好处的前提是适量。如果长期过量饮用，或者喝咖啡的方式不正确，咖啡带给身体的可能就不是好处，而是伤害了。先来说说过量的问题。当咖啡一杯接一杯下肚，超出了身体能负担的程度，各种副作用就会渐渐浮现。最明显的就是对睡眠的影响。咖啡因在体内的代谢需要好几个小时，如果下午甚至傍晚还大量摄入咖啡因，夜里大脑依然处于兴奋状态，入睡就会变得困难。有人晚上明明很累，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，原因可能正是白天喝了太多咖啡，长期睡不好，白天精神更差，又更加依赖咖啡提神，于是形成恶性循环。过量的咖啡因还会让人感到焦躁不安，你可能也有过手抖、心跳加速、莫名紧张的情况，这往往是喝下过多浓咖啡后出现的典型症状。对于本身就容易焦虑的人来说，过多咖啡因会加剧焦虑，甚至诱发恐慌发作。对心脏比较脆弱的人而言，一次摄入过高的咖啡因甚至可能引发心律不整。医学研究发现，男性喝下咖啡因后血压上升的幅度往往比女性更大。如果你有高血压或心血管疾病风险，更要严格节制咖啡用量。一般建议健康成人每天咖啡因摄取量不宜超过400毫克，约等于2到4杯咖啡。超过这个量，人体就容易出现心悸、头痛、失眠等问题。如果你发现自己喝咖啡后常常有这些不适症状，那多半是饮用过量或时间不当，需要做出调整。再来谈谈咖啡对骨骼的影响。很多人担心长期喝咖啡会让骨质疏松提早报到，这个担忧并非空穴来风。咖啡因确实会影响钙质代谢，一方面它略微抑制钙在肠道的吸收，另一方面它有轻微的利尿作用，会促使钙经由尿液流失。不过好消息是，这种影响幅度并不大。研究量化发现，每喝一杯咖啡大约会多排出5毫克左右的钙。5毫克有多少呢？大概连一口牛奶的钙含量都不到。相较于成人每天需要1000毫克左右的钙质，区区5毫克其实微乎其微。如果你平常饮食中奶类、深绿色蔬菜等高钙食物摄取充足，喝咖啡流失的那一点点钙完全可以由饮食补回来。因此，适量喝咖啡本身不太可能让你的骨头松动。但问题在于，许多人一边喝咖啡却没有注意补钙，甚至拿咖啡因饮料取代了牛奶、豆浆等补钙饮品。久而久之，骨骼的钙银行存款不足，咖啡又日积月累提出一点钙，自然会加速亏空。尤其更年期后的女性，荷尔蒙改变本就让骨质流失变快，如果每天又摄入大量咖啡因，发生骨质疏松的风险就更高。医生建议这类人群每天咖啡最好控制在2杯以内，并同时确保钙质含维生素 D 的充分摄取。总之，长期喝咖啡的人，只要营养跟上，别过量，其实无需太担心咖啡会把骨头喝疏。但已经诊断骨质疏松或骨密度偏低的人，就要严格限制咖啡因摄取，必要时以无咖啡因咖啡替代。另一方面，咖啡的冲泡方式也会影响心血管健康。研究发现，没有经过滤纸过滤的咖啡，例如煮沸式咖啡，
或法式绿鸭壶咖啡，中含有一些特殊成分，称为咖啡醇和咖啡蜡，长期大量摄取可能使血液中的低密度胆固醇，俗称坏胆固醇，水平上升。胆固醇过高会加速动脉硬化，抵消咖啡对心血管的潜在益处。如果你有胆固醇偏高或心血管风险，建议选择使用滤纸的咖啡冲泡方式，如手冲或美式滴漏咖啡机，因为滤纸能滤掉大部分会提高胆固醇的物质。这样一来，既能享受咖啡香醇，又降低了对血管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。除了骨头和心血管，咖啡对肠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。咖啡属于酸性饮料，对胃黏膜有一定刺激。很多人空腹喝咖啡会感到胃里不适，甚至隐隐作痛。这是因为咖啡因促使胃壁分泌更多胃酸。如果长期习惯一早空腹就喝浓浓的黑咖啡，可能导致慢性胃炎，严重时诱发胃溃疡。另外，咖啡因会放松食道与胃交界处的括约肌，使胃酸更容易逆流到食道。因此，有胃食道逆流困扰的人，喝咖啡往往会加重烧心、泛酸的症状。对这类人而言，最好避免空腹喝咖啡，或选择低咖啡因、低酸度的咖啡豆来冲泡。有时在咖啡里加点牛奶，也能稍微减轻对胃的刺激。咖啡还有个著名的效果，促进肠蠕动。一些人把咖啡当成通便的法宝，早餐后一杯咖啡马上就有便意，顺利解决宿便问题。这其实是咖啡因诱发胃结肠反射的作用，让肠道开始动起来，把废物往外推。因此，适量喝咖啡确实有助于维持排便顺畅，但凡事过犹不及，如果过度依赖咖啡来促进排便，可能会让肠道的自然蠕动变得懒惰。一旦哪天没喝咖啡，反而容易便秘。还有些人为了减肥或提神，把咖啡当水一样不停喝，不知不觉每天喝很多，可同时正餐吃得很少，结果造成营养不均衡，肠胃负担过大。这些都是不健康的饮用方式。此外，爱喝咖啡的人还可能面临一些小麻烦，比如牙齿染色。深色咖啡长期与牙齿接触，容易让牙齿表面沉积一层黄棕色的色素斑，笑起来不再那么洁白。许多老咖迷的牙齿都比常人更容易发黄，因此建议长期喝咖啡的人养成饭后或咖啡后漱口的习惯，定期洗牙，减少色素沉着。再来就是口气问题，空腹喝浓咖啡再加上胃酸作用，可能会带来不佳的口气。保持口腔清洁，多喝白开水有助于改善这些问题。说了这么多，聪明的你一定发现，咖啡本身其实并不坏，坏的是我们不当的饮用方式。最后，我们再强调一项重点，咖啡千万别和某些东西一起喝。如果喝咖啡的方法错误，搭配了不该配的东西，恐怕会把咖啡对身体的危害放大好几倍。哪几样是咖啡的禁忌搭档呢？第一大禁忌搭档就是香烟。很多老烟枪习惯一手香烟一手咖啡，特别喜欢在餐后来根饭后烟配杯浓咖啡，感觉十分惬意。可是这种组合对身体的伤害可以说是直线飙升。研究发现，抽烟又喝咖啡的人，食道癌的风险比不抽烟不喝咖啡的人高出4到5倍。为什么偏偏是食道癌呢？原来，香烟燃烧产生的有害焦油会附着在口腔和食道黏膜上，而热乎乎的咖啡正好把这些致癌物一路送进食道深处，同时高温和化学刺激双管齐下，让黏膜细胞受伤的程度更严重。长期如此，食道细胞反复受损，修复就容易走上癌变的不归路。更何况，咖啡和香烟都会让心跳加快，血压升高，血管收缩，两者叠加等于给心血管双重压力。尼古丁本来就会损伤血管内壁，促进动脉硬化，而咖啡因让血管一缩再缩，长久下来更容易使血管变硬狭窄，诱发高血压、中风等心脑血管风险。同时，吸烟还会影响钙质吸收，并加速骨质流失。如果又大量喝咖啡，对骨骼可谓雪上加霜。因此，奉劝一句，咖啡千万别和香烟一起享用，这对看似提神醒脑的搭档，其实暗藏杀机。第二个，不能和咖啡一起喝的是酒精。有人喜欢喝完酒再来杯咖啡，幻想用咖啡因把自己镇清醒。其实，咖啡并不会加速酒精代谢，反而可能让问题更复杂。
酒精需要肝脏慢慢分解，一杯烈酒下肚，肝脏得好几个钟头才能解决，而咖啡因会干扰肝脏中分解酒精的酶反应，使解酒效率变慢。结果就是你喝了咖啡后，表面看起来清醒了一些，但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并没有下降，酒液还在体内继续作乱，对肝脏的负担更重。再加上酒精和咖啡都会导致脱水，两样一起喝更容易让人脱水、头痛、心悸、烦躁。长期以咖啡配酒，不但可能养成酒咖双饮的坏习惯，肝脏累积的损伤和致癌风险也比单纯喝酒更高。特别是有些调酒直接把烈酒与浓缩咖啡混在一起，喝下去确实提神又兴奋，但对心脏和中枢神经系统都是巨大冲击，极不建议尝试。第三样，不宜与咖啡同时入口的是各种维他命和保健品。你是不是也习惯早晨吃完维生素就马上灌一杯咖啡呢？如果是，恐怕你的保健品等于白吃了。咖啡因会加速人体对某些维生素的代谢排出，尤其是水溶性的维生素 B 群和维生素 C， 还没等充分吸收就被快速赶出体外。好比你刚吃进肚子的营养还没派上用场，就被咖啡请出了身体。此外，咖啡中的某些成分还可能和保健品发生抵触。举例来说，很多人早餐服用钙片或维生素 D 来补骨头，但如果一边补钙一边喝咖啡，咖啡因的利尿作用可能让钙补充的效果大打折扣。再比如补铁，咖啡里的多酚会抑制铁的吸收，所以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千万别拿咖啡送服铁剂，也最好不要在吃富含铁质的食物时同时喝咖啡。比较好的做法是把喝咖啡的时间与服用营养补充品、食用铁质餐点的时间错开至少1小时以上，让营养素先被身体吸收，再安心喝咖啡提神。第四个要当心的是隔夜咖啡，虽然它不是某种特定食物，但很多节俭的人喜欢把前一天没喝完的咖啡留到隔天继续喝，或者一次煮一大壶放着慢慢喝，这其实很不健康。咖啡煮好放久了，芳香物质和抗氧化物质早就流失殆尽，不但提神效果变差，风味也走样。更糟的是，咖啡摆在室温太久还可能滋生细菌，尤其加了牛奶和糖的咖啡放上一夜简直成了细菌的培养皿。喝了这样的隔夜咖啡，轻则肚子不舒服，重则可能食物中毒。即便是不加奶的纯黑咖啡，隔夜后也会氧化变酸，对胃的刺激性增加。总之，咖啡还是现煮现喝为宜，隔夜的千万别再喝。最后，要注意咖啡因的隐形来源，别以为你今天就喝了一杯咖啡很克制，但如果同时也摄入了其他含咖啡因的饮料或食物，总咖啡因剂量可能已经悄悄超标。要知道，茶、含可乐等饮料以及能量饮料里都含有咖啡因。许多人不知道的是，黑巧克力和某些感冒药中其实也含有咖啡因。如果你上午一杯拿铁，下午一瓶提神功能饮料，晚上又吃了黑巧克力甜点，那你一天累计的咖啡因摄取量可能远远超过自己以为的程度。咖啡因摄入过多的后果前面已经提到过了，无非就是让人心悸、睡不着、烦躁不安，而且血压也升高。所以当你喝了咖啡之后，当天就应尽量避免再摄取其他含咖啡因的东西，以免总量超标。讲了这么多，你可能会想，既然咖啡有这些风险，那是不是干脆不喝才好？其实完全不必走极端，适量喝咖啡对大多数健康成年人来说利大于弊。不过在享受咖啡美味与提神之余，也要记得拿捏好分寸，避开那些错误的饮用方式。最后，我们来总结一下，长期喝咖啡的人，身体最后会怎样，全看你怎么喝。喝对了，咖啡可能让你精力充沛，思维敏捷，还为你守护肝脏和大脑以及心血管的健康。喝错了，可能会带来失眠、骨质疏松和血管硬化等隐患，甚至增加癌变的风险。正确的饮用方式包括以下几点。首先，每日咖啡摄取量控制在2到3杯左右，不要在傍晚之后喝，以免影响睡眠。其次，尽量喝纯咖啡，少加糖和奶精，以免额外摄入过多热量和反式脂肪。再者，要注意补充钙质，多吃富含钙和维生素 D 的食物，同时不要用咖啡替代正餐，
早餐最好先吃点东西再喝咖啡。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几个禁忌，咖啡绝对不要喝香烟、酒精一起。服用营养补充品和吃铁质食物时，要避开喝咖啡的时间。另外，千万别喝隔夜咖啡。当天摄入了咖啡因之后，就应适当拒绝其他咖啡因来源。做到以上这些，你就能大大降低咖啡的潜在危害，尽情享受它带来的益处。另外，孕妇和未成年的青少年也应尽量避免喝含咖啡因的咖啡。孕妇过量咖啡因可能影响胎儿发育，建议孕期每天咖啡因摄取不超过200毫克，约1到2杯咖啡，最好能减少甚至停止咖啡因摄入。儿童与青春期的少年则因神经系统尚未发育完全，更不适合频繁摄入咖啡因，以免干扰睡眠与成长。以上这些族群如果想品尝咖啡的香味，可以选择低咖啡因或无咖啡因的咖啡代替。总而言之，咖啡既不是天使，也不是魔鬼，它更像一把双刃剑，关键在于如何运用。长期喝咖啡的人，身体最后的状况如何，其实很大程度取决于自己的生活方式。如果你懂得节制并掌握正确的喝法，咖啡会是你的健康帮手，陪你精神饱满地度过每一天。反之，如果不加节制地乱喝一通，那么杯中这一抹醇香反而可能变成慢慢损害健康的黑色诱惑。在享受咖啡带来的香气与活力的同时，别忘了善待自己的身体。愿我们都能聪明地喝咖啡，让岁月积累的是咖啡带来的益处，而非将来的遗憾。下一次当你拿起咖啡杯时，记得微微一笑，你不仅是在品尝美好的滋味，也是在为自己的健康加油。